有人说2025年会发生大灾难，有人警告经济风险，还有人预测政治动荡。听起来这一年仿佛要变成灾难片现场。到底这些预测从何而来，有没有道理？今天我们就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来聊聊关于2025年的命理预测，特别聚焦与日本有关的部分，同时结合一些经济学、社会学的观点，看看哪些是天马行空的传说，哪些又有迹可循。首先科普一下背景，所谓命理预测，就是利用传统玄学方法，比如占星、生肖运势、风水卦象等等，来推演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。2025年在传统历法中是农历乙巳年，也就是俗称的木蛇年。听起来好神秘，其实就是60年一循环的天干地支组合之一。乙代表五行中的木，巳则是12生肖里的蛇，而蛇在五行中又对应火。简单理解，木生火，也就是木头能助燃火焰，这暗示2025年火气会比较旺。从象征意义上讲，木代表生命、生长，也影射着病菌、病毒等有机生命；火则意味着热烈、爆炸、冲突、能量等等。换句话说，一些命理师推测，木蛇年可能在生机与热力这两方面事件频发，既可能有和生物、疫情相关的课题，也可能有火灾、爆炸、冲突这类火性事件。除了年份生肖，华人玄学中还有九运的概念。2024年开始，我们正式步入下元九运，这是风水里一个以离卦为主题的20年周期，一直到2043年。简单说，未来20年火元素当道，科技、能源、数位化以及气候变暖等都可能是主旋律。2025年作为九运的第2年，火的影响力正逐渐抬头，因此不少风水师也提醒，这几年整体运势会带着火旺的特质，例如科技产业迅猛发展，毕竟火象征技术文明的光芒，但同时全球可能面临更多干旱高温、火灾爆炸甚至战争冲突的考验。火用得好是文明之光，用不好就变成破坏之火。说回2025年，特别是跟日本相关的部分，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？一方面，日本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，本来就灾害频繁，每逢预言大师们提到地震海啸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日本。另一方面，日本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，政治经济分量举足轻重，如果真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影响可不仅局限在日本一国。所以各路预测里，但凡提到亚洲东北方向、环太平洋的灾难，大家都会联想到日本。此外，在玄学上，今年的方位也不利日本。香港有位风水大师就指出，2025年风水上的灾难位在东北方，而对华人而言，日本刚好位于东北方向。因此他甚至劝告今年不要去日本旅游，免得踩在不好的方位上出事。这话本来只是玄学参考，没想到年初真的有知名艺人去了日本旅游，不幸染病离世，让网友大呼师傅太准了。虽然这可能只是巧合，但也让今年去日本不安全的说法更加发酵。当然，我们今天谈这些预言，不是要大家人心惶惶，而是希望用轻松的方式分析其中的可能性。接下来我们从几个面向来分析，包括经济趋势、天灾异象、政治风云和社会动态，看看命理预测对这些方面说了啥，又能不能找到些现实依据。先说经济，因为钱袋子向来最受关注。对于2025年的经济运势，不少命理师给出的评价不会太好，但也不算太糟。香港风水师苏民峰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有波幅无升幅，意思是可能有起有落的震荡，但总体不会大幅上升。听起来有点扫兴，仿佛在说今年别指望经济一飞冲天，稳健保守一点比较好。苏师傅还提到，2025年至2027年经济都处于相对低迷期，市场未能完全复苏，投资尚宜谨慎保守。这观点其实和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。经历前几年的疫情冲击和通膨震荡，全球经济虽然在恢复中，但步伐缓慢，余震犹存，不太可能一下子重返高速增长。从五行角度，苏民峰还分析了2025年各行各业的强弱。他说今年五行属木的行业最旺，比如中医药、家具、木材、纸制品、服装纺织这类和木材植物相关的产业。其次属火的行业如石油、能源、电子产品、电信、电动汽车、互联网科技等，
发展也不错。水排第3，如饮料、食品、零售、旅游、航运、交通等，疫情后正在逐步复苏。土排第4，如房地产、建筑工程、基础建设等等，表现普遍不景气。至于金的行业，例如金融、金属、汽车制造、军工等，他没明说，但推测可能是最弱的，因为今年木火当令，金反而受克。这种五行强弱的说法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经济结构和景气循环。比如科技和新能源产业属火，近年确实蓬勃发展；旅游零售属水，也在疫情后逐步复苏；房地产建筑属土，却普遍不景气；金融业属金，则面临高利率等挑战。那聚焦到日本经济呢？命理师们虽然多半谈的是全球或华人地区，但我们可以套用他们的思路来看看日本的情况。过去几十年，日本经济经历失落的几十年，增长一直疲软。2025年恐怕也难有大突破。从宏观经济学角度，日本面临几个难题：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力和消费需求下降，巨额国债限制了财政刺激空间，通货紧缩思维根深蒂固，使物价和薪资难以上涨。尽管最近因为全球通膨，日本国内物价有所上升，但整体经济动力仍显不足，因此经济回稳但不强劲，应该会是日本2025年的常态。也就是说 ，GDP 也许会有小幅正增长，但不会很亮眼。股市和汇市可能有波动起伏，但不太可能创下新高，更多是区间震荡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亮点。其实2025年日本有一个重大经济活动，大阪将举办世界博览会。这是继1970年大阪万博后睽违半个多世纪的世博会，将在4月至10月间吸引各国大批游客和企业参与，对日本尤其关西地区经济是一剂强心针。酒店、餐饮、旅游、零售等行业届时肯定热闹非凡，这对日本提振消费和服务业是利好消息。也难怪有玄学家说，今年水的行业排名第3，旅游这股水势在日本应该会相当旺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世博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多半是一次性的，活动过后，经济可能又趋于平淡，甚至出现会后萧条。就像奥运会常见的情况，筹备时一阵繁荣，结束后容易进入低潮，所以日本还是得谨慎规划，别过度乐观。另外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和日元汇率走势也是2025年的一大看点。长期以来，日本维持超低利率政策，导致日元一直偏弱，这虽然有利于出口和观光，但也让进口物价高涨，国内民众感受到生活成本上升。到了2025年，日本央行可能会逐步调整政策，例如结束负利率或修改收益率曲线控制，这会引发市场波动。玄学上说的有波幅，也许正对应这种情况。金融市场震荡难免，但政策转向能否带来长期利好还不确定。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出现股汇双跌的状况，让经济更雪上加霜。再看国际环境，预言中提到的战争冲突如果成真，对经济肯定是重大利空。比如有人担心2025年欧洲会爆发更大战事，政治部分我们稍后详谈，那对全球市场都是打击。避险情绪升温下，日元可能短期升值，但日本的出口和能源进口成本都会受影响，经济吃不消。同样，如果亚洲这边发生冲突，希望不要发生。不过台海问题近年一直是焦点，日本作为地缘近邻和美国盟友，也难独善其身，市场信心会受挫。总的来说，命理预测给2025年的经济泼了点冷水。我们从现实角度看，也确实找不到太乐观的理由，但也不必过度悲观，因为不会太好，不等于特别糟。对一般日本民众而言，2025年可能就是继续小心过日子的一年，物价也许还是有点涨，薪水涨幅有限，工作机会稳中有减，但不至于突然爆发失业潮。投资理财方面，不要幻想暴富行情，多留意风险。企业经营者呢，仍需要勒紧裤腰带控管成本。命理师强调保守为佳，其实就是提醒大家别大起大落，稳字当头。当经济缺乏明显利好的时候，等待下一波真正的景气周期到来，也许就是2025年最明智的策略吧。现在来聊聊最让人胆战心惊的部分，就是天灾预测。关于2025年的灾难预言，可真是众神齐发功，
尤其许多都指向了日本，让人不得不关注。网上讨论最热烈的莫过于所谓7月大地震的传言，这源自日本一位漫画家龙树亮的预知梦预言。事情很有戏剧性，龙树亮年轻时就开始把自己做的预知梦画成漫画作品，出版了一本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，里面记录了很多未来场景。其中最出名的是，他据说曾在梦中看见了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，也就是311大地震。由于他在漫画中提前写下了日期，事后应验，让很多人视他为神准预言家。多年沉寂后，这位漫画家在2021年又出版了增订版内容，里头抛出一个更惊人的预测：2025年7月5日清晨5点左右，日本将发生更大规模的毁灭性地震和海啸。梦中的场景极其生动，日本外海的海面不断冒出气泡，太平洋上空出现了2条巨大的龙盘旋飞舞，接着突然剧烈地震，高达40公尺的巨浪朝陆地涌来。灾难过后，更离奇的是，他梦见一大片陆地从海底升起，将日本、台湾、香港、菲律宾等地连成一片。不得不说，这画面感十足，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灾难大片。刚听到的人也许会想，这也太玄乎了吧，简直像日本沉没家环太平洋的剧情。但由于龙树亮之前有预言应验的记录，这次大家不敢完全当笑话。有的人开始认真考虑2025年7月初该不该在日本沿海地区旅行，也有人把那2条巨龙解读为某种征兆，众说纷纭。这个预言一出，很快传遍中日网络，成了热门话题。尤其在中文圈，各种解读、转述视频满天飞，把气氛烘托得仿佛末日就在眼前。甚至有说法夸张到日本会在7月沉入海底，让不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吓得不轻。更巧的是，其他几位著名的先知也不约而同把2025年视为多灾之年。其中，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88万加那位据称命中率85%，曾预测911事件和奥巴马当选的盲人奶奶，就声称2025年将是人类走向灭亡的开端。他预测欧洲将成为动荡的中心，2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冲突将导致大规模的死亡，甚至引发全球性的灾难。不过，他同时也预言人类不会在短时间内灭绝，而是会持续存在到5079年。听起来虽然留了余地，但末日开端这说法还是够吓人。然后就是法国的诺查丹马斯，这位16世纪的占星师，在他的预言诗诸世纪中记录了多个世纪的预言。他曾预言法王亨利2世之死、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。喜欢解读他的人又把目光投向2025年，说诺查丹马斯预言欧洲很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新的战争。一个来自欧洲的势力将卷入残酷战争，更可怕的是会爆发古老瘟疫。一场大瘟疫带来的威胁比战争更严重。在他的预言中还提到了某个帝国的毁灭。乍一听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？如果真有这种世界级瘟疫卷土重来，全球各国都要遭殃，日本作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也不能幸免。好在日本人一向守规矩、讲卫生，防疫表现或许相对不错，但经济社会受到的冲击仍将十分严重。除了西方这些预言家，亚洲这边也有人出来遥相呼应。印度有位被称为神童的少年阿南德，因曾预警新冠疫情而走红。他在占星解读中提到，2024年底到2025年上半年，土星和北焦点相会，预示着水域相关的地区会发生大灾难。他警告南海及周边在2025年上半年要特别小心，可能会发生大地震、海啸等。他甚至预言2025年上半年南海会有3大事件：第一，有可能爆发区域冲突；第二，发生天灾；第三，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可怕事件。听起来也是危机四伏。很多人把他的南海地震预警和日本南面的南海海槽联系在一起，因为日本学者早就在警告那片海域，未来30年内发生8至9级强震的几率高达80%，更有可能引发毁灭性海啸。再看我们华人自己的玄学圈，大师们当然也没闲着。除了前面提到的东北方灾难位说法之外，香港还有一位七师傅去年底也语出惊人的说，2025年7月某日清晨，日本南海海槽可能发生超级大地震。
引起海底大量岩浆喷发，激起数百公尺高的海啸。不仅日本遭殃，连周边的台湾、香港等地都会受到波及。这听起来几乎和龙树亮漫画的情节如出一辙，除了媒体两条龙和新大陆。于是网友们纷纷表示，不同路数的预言都指向同一件事。难道2025年真的要出大事？甚至有人戏称，今年7月头先囤好干粮和水再说，搞得人心惶惶。面对这种众神示警的场景，我们有必要冷静分析，真的会发生这么毁灭性的灾难吗？科学上看，日本确实随时可能发生巨大地震，这点必须承认。日本列岛每年发生上万次地震，小的晃晃悠悠，大的惊天动地。像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，瑞士 7.3 级，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 9.0 级，都造成了严重伤亡和破坏。在历史记录里，规模更大的，例如1707年的宝永大地震，估计 8.6 级，也曾引发巨浪，波及广泛。也就是说，龙树亮漫画预言的场景，9级左右的超大地震，加上数十米高的海啸，在现实中并非不可能。一些最悲观的科学预估指出，如果日本南部沿海的南海海沟大断层整段发生断裂，上千公里范围同时强震，的确可能引发高达数十公尺的巨浪，数百万人受灾。但是，精确预测地震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清晨，这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目前，全世界地震专家都无法做到这种精确报时，顶多只能在地震发生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紧急警报。但要提前几年告诉你哪天会震，抱歉，科学办不到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龙树亮预言如果真实现，那绝对是玄学完胜科学了。如果没发生，也很正常，毕竟大多数这类末日预言最后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。例如诺查丹马斯预言1999年世界末日，结果我们安然度过了千禧年。对于这种精确日期的预言，我们理性上应该持怀疑态度，但也不能完全无视。因为它毕竟反映出人们对那种灾难可能性的深层焦虑。那我们要不要因此在2025年7月初避开日本呢？这就见仁见智了。有些朋友可能宁可信其有，宁愿那段时间不去日本沿海地区，以防万一。也有人觉得该来的躲不掉，不会为此改变计划。就像前面提到，劝人别去日本的苏明峰师傅自己也定了4月和7月飞日本的行程。当被问到你自己都去哦，他笑着来了一句人算不如天算，意思就是事情哪天发生很难预计。这其实道出一种中道心态，就是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，但也不必草木皆兵。日本政府和民众其实一直在为大地震做准备，像防震演习、海啸警报系统、建筑抗震标准等等都很完善。与其惊慌，不如平时就多学习防灾知识，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做好万一的打算。毕竟地震这种事，可能你毫无预警就碰上，也可能传了半天最后没来。最重要的是，平时把抗灾的功夫做到家，真有事来临，也能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再说那个新大陆连起亚洲的情节，科学上就更让人存疑了。一场地震确实可能造成地壳隆起或下沉，但要一次性升起一大片陆地连接多国，除非发生地壳板块的大重组，否则实在超出常识太多。或许龙树亮的梦境带有象征意味，并不是真的会出现一块新大陆，我们不必照字面去理解它。如果真发生那种事，人类面对的恐怕就是毁灭性的大灾变了。所以这部分大家听听就好，当故事看一看就行了。除了地震海啸，2025年还有没有别的灾难可能性？有些预言提到火山。前面台湾那位命理师高辅进就说，他最怕碰上的就是火山爆发或大地震，因为火山加地震再来个海啸，真是世纪灾难级别。他提醒环太平洋地区尤其要注意火山活动，这其实也包含日本。日本有众多活火山，其中最有名的富士山自1707年宝永大喷发后就一直沉睡，但谁也不敢说它不会再来一次。科学家观测到2011年大地震后，富士山地底压力上升，有觉醒的风险。如果2025年来一场巨震，很难保证火山不跟着闹腾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富士山喷发，东京都会圈可能降下火山灰，交通中断，经济活动停摆，这对日本又是另一层打击。
日本政府其实已把富士山喷发列为最可怕的响定灾害之一，并制定了应对方案。天气方面，火元素旺也让人联想到高温干旱。随着全球暖化趋势，几乎每年夏天都有破纪录的热浪。2025年或许也会出现极端高温，在日本可能意味着酷热的夏天和用电高峰。热浪不仅会造成中暑事件，也可能影响农作物收成。如果导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，那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都会受影响。此外，干旱还可能带来森林野火的隐患。日本森林覆盖率很高，虽然不像澳洲、美国那样频繁发生大规模山火，但在极端干燥条件下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另一方面，洪水、台风这类水灾虽然年年有，但今年5型水只属中等，不算特别强，也许水灾不会比往年更严重。不过该来的台风还是会来，每年夏秋日本总要迎接几个台风登陆，引发暴雨、土石流等灾情，这些依然要做好防范。总之，2025年的灾难预测听起来有如末日警钟，各种版本搞得人心惶惶。然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，未雨绸缪，但不杞人忧天。对日本政府和民众来说，他们不会因为一个漫画预言就采取极端行动，但他们本来就一直在做防灾准备，这才是踏实的应对。我们这些关注预言的人，可以把预言当作一个提醒，提醒我们去想象最坏的情况并做好准备，而不是陷入恐慌。也许2025年过去后回头看，什么超级地震都没发生，我们松一口气，笑自己一场虚惊，但万一不幸真的遇上了，我们至少也有点心理准备，不至于措手不及。居安思危，预言有时的价值就在于此吧。接下来看看政治方面的预测。命理师有句话说，火代表政治口角，意思是火旺的年份里，政治上的争吵和对立情绪可能更强。2025年作为木生火之年，有人解读政治上火药味会很浓。台湾命理专家杨登科就指出，乙巳年木生火，火很旺。他形容2025年的政治关系就是一个火字，政党之间火药味很重，口角不断，甚至可能出现罢免、抗争此起彼伏的局面。那放到日本呢？是否也有政治上的风波？首先，日本可能在2025年举行国会众议院的大选，因依宪法最晚必须在该年进行。选举本来就是充满火药味的时刻，各党为拉票免不了唇枪舌剑。如果经济状况不好或发生灾难，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就可能面临更大压力，反对党会抓紧机会抨击执政无能。但说实在的，近年来日本反对党实力平平，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基本盘很稳，要出现翻天覆地的政党轮替不太容易，更可能的剧本是自民党内部权力此消彼长。比如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如果声望下滑，党内也许有人会挑战他的领袖地位，或者选举中自民党席次若减少，岸田可能引咎辞职，由同党另一位领袖接棒。日本换首相就跟走马灯一样，除了安倍晋三曾连任较久，其他近年首相多半干2-3年就下台。所以2025年看到日本政府换人也别太惊讶，很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，执政方针不变，换个脸孔来平息民怨而已。预言界对日本政治人物本身也很感兴趣。有趣的是，香港风水师李承泽在展望蛇年时提到，属猪的人今年要特别小心决策出错。他举例说，美国前总统川普属猪，可能会有大动作。川普如果真的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卷土重来，并于2025年就任，这对日本的政治外交将是重大变数。因为川普执政时对盟友态度强硬，要日本多掏军费，又奉行美国优先，对亚太安全承诺有时摇摆。日本到时可能夹在美中之间更难做人，一方面得跟着美国强硬对抗某些国家，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哪天撤手不管。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日本政坛在外交国防议题上争论加剧，火药味十足。还有邻近的韩国，台湾命理师高辅进在预测中提到，南韩总统尹锡悦可能因一次短命的戒严事件而下台，朝鲜半岛局势将动荡。日本作为邻国，如果韩国政局不稳或朝鲜有动作，也会提高警戒，甚至影响日本内部在安全政策上的讨论。此外，
假如台海在2025年出现紧张局势，希望不要发生，但台海问题近年一直很敏感，日本政治势必震动，因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在日本越来越流行。届时，日本可能讨论修改和平宪法、增加国防预算等，这些都是重大政治议题，也容易引发社会争议。毕竟这一问题在日本一直很敏感。从预言的角度看，大多数玄学家并没有直接点明日本政坛要出什么巨变，但许多国际预测涉及的事件，日本都绕不开。譬如，如果真的出现世界大战的苗头，日本一定会和盟友站在一起，国内势必要通过一些紧急法案加强戒备。又比如预言提到领导人遇袭，虽然说的是欧美，但日本在2022年刚经历前首相遇刺事件，这提醒各国领袖安全都不容松懈。好在安倍事件后，日本已加强了要员警护，但政治人物公开露面仍有风险，这点上火年注意爆炸提醒对各国都适用。整体而言，2025年的日本政治环境可能因内忧外患而显得不平静。可能的场景包括执政党内部出现权力更替，在野党趁势攻击，但未必成功执政；外交上小心翼翼维持平衡；国内为了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，进行一些争议性的改革等等。这些都不算末日级大事，但足以让政治新闻热闹非凡。如果真的发生重大天灾，那政治压力更不用说，政府全力救灾还可能被批评不力，首相很可能难逃下台命运。日本有个说法，平成三大灾难3任首相下台，指阪神地震下台1位，311地震下台1位，新冠疫情下台1位，可见重大危机往往伴随领导人的更替。如果照这魔咒，2025年真出了超级大地震，那岸田文雄的位置恐怕难保。最后来看日本社会层面的预测与分析。命理预言对社会动荡没有太多直接描述，毕竟社会问题往往不是一天爆发的，而是长期累积的。但玄学上有刑冲太岁等说法，意思是有些年份社会矛盾会被激发。我们不妨结合现实，看看2025年的日本社会有哪些潜在乱象。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日本的超高龄化问题。2025年被日本称作2025年问题，因为届时他们的团块世代，也就是日本的婴儿潮一代，将全部年满75岁，进入后期高龄阶段。预计有超过2150万人成为后期高龄者，相当于每5人就有1人是75岁以上的长者。庞大的高龄人口意味着医疗、护理的需求将空前高涨。日本的医院、养老院人力资源准备好了吗？恐怕很吃紧。医护人手短缺，养老保险财政压力，照护机构床位不够，这些问题在2025年前后会集中凸显。如果处理不好，将引发社会的焦虑和不满。虽然不至于出现暴动那样的动荡，但一种潜在的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。比如，有更多家庭因无力照顾失能老人而陷入困境，甚至发生悲剧。日本甚至出现过因照顾压力导致的家庭悲剧。再比如，年轻人缴纳越来越高的税金去养老，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，容易对体制失去信心。其次，经济停滞与年轻世代的困境也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。日本年轻一代面临薪资停滞、就业压力、房价高企，尤其在大城市等难题。很多人成为所谓低欲望社会的一员，不婚不育，不积极消费，只求稳定过日子。这表面上很平和，但背后其实蕴含着对现状的不满与无奈。如果2025年经济持续低迷，年轻人的这种消沉状态可能更严重。极端情况下，有的人可能会以激进方式宣泄不满。例如日本近年发生了一些年轻人无差别伤人事件，就是社会挫败感的反应。虽然这类事件只是个别案例，谈不上群体性动乱，但也是社会压力过大的警讯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社会心态的变化。日本社会传统上讲究和谐忍耐，但近年也看到一些民众更勇于表达诉求。比如2019年曾爆发反对年金改革的大游行，2020年有年轻人上街声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，2022年前首相遇刺后，民众集会要求调查政教勾结等等。2025年如果发生让民意沸腾的事件，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政策争议，
不能排除日本社会也出现较大规模示威活动的可能性。尤其在网络时代，公众组织动员比过去容易得多，年轻世代也受到国际思潮影响，更敢于站出来抗议不公。这种社会活力增加对改善问题是好事，但在预言的语境里就是一种动荡。预言里有提到类似种族灭绝的事件，让人联想到种族冲突或仇恨犯罪。日本社会比较单一，种族冲突不明显，但随着外国劳工和新移民增加，排外主义的苗头值得警惕。未来几年，日本可能不得不接纳更多海外劳动力来照顾老人或补充劳动力。如何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一个挑战。如果经济不好，部分民众可能迁怒于外来者，引发冲突。虽然大规模仇外骚乱在日本出现的可能性不高，但局部摩擦倒也可能发生。所以社会学者也提醒，日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，老龄化、少子化、多元化三种压力交织，处理得当则平稳转型，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矛盾。另外，社会创新和自救也可能在压力下蓬勃发展，危机感往往能催生变革，比如企业加速自动化和 AI 应用来解决劳力短缺，例如日本许多餐厅引进机器人服务员、无人商店等，这就是一例。年轻人则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和创业机会，如地方创生、数字游牧等。2025年的日本社会并非只有阴霾，在挑战面前，日本人一贯展现出的创意和互助精神，也许会带来正面的改变。每当大地震等天灾发生，日本民众互助手续的表现都让世界赞叹。如果真的经历风雨，我相信他们社会内部的凝聚力还是在的，甚至会比平时更强。聊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也发现2025年的这些预言几乎涵盖了经济、灾难、政治、社会等方方面面，堪称槽点满满。面对如此魔幻的一年预测，我们到底该抱什么心态呢？在这里，我想给出几点轻松的总结。首先，预言可以当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但科学和理性才是真依据。各种预言听着刺激，我们不能完全被它牵着走。该投资还是要看经济基本面，该防灾还是要靠科学知识。预言可以提供提醒，但别让它支配了生活。比如，别因为听说地震就不敢去大阪世博了，那人生乐趣岂不少一件？理性看待，适度防范才是聪明之举。其次，要有平常心，也要有准备心。预言中那些极端情境一般不会全部实现，但现实中每一年都可能有我们意料不到的事，以平常心面对变局，才能泰然处之。同时，未雨绸缪永远不嫌早，该买保险买保险，该学急就学起来，该存钱存钱，这些不管预言灵不灵，都对我们有益无害。第三，预言往往反映的是人类的集体焦虑。大家为什么对2025年特别紧张？也许因为最近几年经历了太多事，疫情、战争阴云、极端气候，让我们对未来不安。预言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心中的恐惧与希望。与其说预言一定灵，不如说它提醒我们正视那些平时不愿面对的风险。日本的经济问题、地震风险、社会老化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不管有没有预言，我们都该关注并寻找解方。最后，保持幽默感和希望。听到世界末日也好，超级地震也罢，不妨一笑置之，调侃一句：哦，要是真冒出一块新大陆连接日本和台湾，那开车去东京吃拉面可方便啦，哈哈。用幽默对抗恐惧，是人类面对未知的聪明办法。我们可以半信半疑地期待一下，也可以在心里默默祈祷2025年平安度过。无论如何，人类文明已经走过无数次预言的考验，每次所谓的末日时刻过后，太阳依然升起，新的一天照常开始。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所以2025年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吗？也许会，但挑战中也孕育着改变和机遇。日本如此，世界也是如此。如果那些耸人听闻的预言没发生，我们固然高兴，但即便真的中了几项，我们也有信心凭借智慧和团结度过难关。与其害怕未来，不如主动去塑造未来。预言描绘的剧本再精彩，真正动笔写剧本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。好啦，
今天这场关于2025年的未卜先知脑洞大开就聊到这里。不管预言如何，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过。我们不妨带着希望和戒心并存的心情，迎接2025年。该赚的钱赚，该玩的耍，该准备的准备。也许回头看，2025年只是平凡的一年，我们过度紧张了；也或许它真成了载入史册的一年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将亲身经历并见证。让我们张开双眼，既仰望星空，也脚踏实地，迎接未知的篇章。说不定，等这一年过完，我们会有新的故事和传奇可以告诉未来的人听。嘿，当年那些预言啊，结果如何，就让时间给出答案吧。